看来楚风在你心中乃是大恶之人。既然这样，那我想问一下南宫族长，在你心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楚风笑着问道。若是风行小友，不为那楚风说话的话，我倒是觉得风行小友天子卓越，乃是武之圣土，当今小辈之中屈指可数的人才。我虽不知你师尊是谁，来自何门何派，但我觉得像风向小友这样的小辈，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守护你，让你能够更好的成长。毕竟你的肩上肩负着我整个人族的希望，若是日后你能成为一代帝王，我们所有人族的脸上也都有光。南宫北斗说道。说的在理。对于此话，在场之人又是纷纷点头。那我想问，在南宫族长心中，我与那楚风有何不同？楚风继续问道。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根本无法相提并论。若非要论，我只能说你与那楚风自然不同，否则我又怎会在你伤我孩之后，还邀请你到我南宫地族做客？南宫北斗说道。那这么说来，现在你还想邀请我到你南宫地族做客？楚风问道。若是风行小友愿意，我定然会盛情款待。南宫北斗说道。那若今日站在这里的不是我，而是那楚风，他同样展现出了如我一样的才能，那你会邀请他吗？楚风问道。这一刻，哪怕是南宫北斗也是被难住了，只好说道：这个假设不成立，因为楚风已死。你不是楚风，你就这么确定楚风已死？楚风问道。实不相瞒，当初白眉兄曾借楚风留下的气息布置过一座追踪阵法，可追踪楚风，而那阵法后来无效，便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楚风已死。南宫北斗说道。确有其事。与此同时，白眉仙人也是点了点头。原来是这样。可是据我所知，那阵法无效之后，你的2个儿子应该感受到过楚风的气息，毕竟他们与那紫红剑与紫红剑的联系是楚风斩断的。楚风说道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而南宫北斗也是一脸的凝重，看向楚风的目光变得异常谨慎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楚风微微一笑，随后手掌一翻，虽将邪神剑收了起来，可是2把半成地兵却出现在手中，而这正是紫红剑与青红剑。看到那2把半成地兵，在台外的南宫天师与南宫天虎顿时面容大变，似是受到了惊吓一般，瑟瑟发抖。因为此刻他在这风行的身上感受到了他们最恐惧的气息，那是楚风的气息。你究竟是谁？玩的青红剑与紫红剑怎会在你手中？此刻莫说南宫地族的旁人，就连南宫北斗也无法淡定了，内心起伏不定，情绪已然快要失控。眼前的年轻人简直是在一次一次挑战他的底线，已经快要到达了他无法忍让的地步。南宫北斗、白眉仙人，你们给我仔细看好了，仔细看看我究竟是谁。楚风冷然一笑，话音落下之际，面容开始变换，很快便化作了另外一个人，而这个人正是楚风的本来面容。楚风，你是楚风？南宫天师与南宫天虎一同惊呼出声，可是声之中却满含惊恐之意，甚至还发出那恐惧的颤音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而白眉仙人更是吓得猛然站起，在他看来，楚风必死无疑，怎么可能还站在他的面前？惊讶，所有人都是无比的惊讶。对于这眼前一幕，他们都很难消化。风行便是南宫地族通缉的楚风，可是那楚风不是据说很弱吗？怎么可能如此强大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横扫4族小辈，征服传说中的邪神剑，怎么？很惊讶，很难以置信。看着那目若呆鸡的南宫北斗，楚风冷然一笑，说道：我楚风本可与南宫地族成为朋友，奈何你南宫地族觉得我的天赋胜过你族小辈，便多多相逼，视我为威胁。我本无与你南宫地族为敌之心，可你南宫地族却不给我留活路，索性我便偏要让你这担心成为现实。你怕我胜过你的孩子，我便要欺压你的孩子。南宫北斗，我劝你一件事，做事不要太绝，否则会遭报应。今日只是对你的孩子施以小小的惩戒，但你若继续对我楚风咄咄相逼，总有一日我会亲手将你了结。话到此处，楚风的眼中也是浮现浓郁的杀意。好大的口气，只怕你连今日都过不了。忽然，南宫北斗出手了，3平5地的武力化作金色的巨浪，向楚风压迫而来，要将楚风轰成粉碎。今日谁都休想碰楚风半根汗毛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早有准备的百里玄空便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了楚风的身旁。他将手一抬，袖袍挥动之际，顿时武力奔腾，与南宫北斗的武力相互碰撞。刹那间，2道武力形成的巨浪冲撞在一处，金芒四溢，竟直接将南宫北斗的武力抵消开来。3平5地，众人心惊，他们已经感受到了百里玄空的实力。3平5地，这个级别的人物，整个武之圣土都是数得过来的，大多数人们耳熟能详的存在。而这位又究竟是谁？竟要围着楚风撑腰，果然是一丘之貉。今日你们都别想走！南宫北斗再度出手，虽是喊着要将百里玄空与楚风一网打尽，可是所有招式却都是向楚风攻去的。若是之前他只是觉得楚风是威胁，那么事到如今，他已经无比的坚信楚风就是他南宫地族的威胁。如此恐怖的成长速度实在是太可怕了。若是今日他不能除掉楚风，那日后必成大患，怕是他南宫地族日后都将岌岌可危。因为他至今为止也无法忘记当日楚风放出修罗恶灵的景象。然而百里玄空的实力实在是不容小觑，任凭南宫北斗的攻势再强，以用那凶残的武技将整个高台封锁占据，可却就是无法伤到楚风分毫。南宫北斗，你自知理亏，是要杀人灭口了吗？楚风高声喊道。少废话，非杀你不可！南宫北斗一声怒声，与此同时攻势更凶。此刻他真是懒得与楚风废话，只想着尽快解决楚风。可越是这样，越显得自己心虚，让在场之人都觉得楚风所说乃是事实。当初是南宫地族嫉妒楚风才通缉楚风的，
毕竟今日的楚风已经证明，他的确具备让南宫地族嫉妒与忌惮的天赋。想到此处，人们很同情楚风，毕竟不管楚风天赋如何，可与整个南宫地族相比，他还是一个弱者。但是奈何在场之中，实力最强的便是四大地族与拜月云城。可是不管表面如何争斗，但四大地族与拜月云城都是同根，想让他们自相残杀，怕是不可能。一时之间，很多人都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。只凭借那位神秘的高人，能够保得住楚风吗？就在众人担心之际，百里悬空忽然一掌轰出，此掌一出，不仅将南宫北斗的所有攻击尽数震回，就连整个高台都被震成了粉碎。要知道，这高台可是特殊材质制成，本坚固无比，如此强的力量，可想而知，席卷开来会造成多大的损伤。场外的围观的小辈们都在老一辈强者的守护下，赶忙后退，离得远远的，生怕受其牵连。毕竟这已不是小一辈强者的争锋，而是武帝的战争，并且还不是寻常武帝，而是2位三品武帝。众人远离之际，百里悬空与南宫北斗的交手却是依然继续。此刻，百里悬空又震退了南宫北斗的一道凶猛攻势，而在震退南宫北斗的攻势之后，他发动了反击，一只手扫平虚空之上的余波，另一只手掌自腰间划过之际，手中竟出现了一杆笔。这杆笔长有2尺，颜色墨黑，除了刻着诛杀2字之外，看着没有任何异常之处。然而很快的，那笔中浮现道闪着金光的符咒，符咒之多，足有数千。那符咒流转，宛如千军万马在笔中奔腾。与此同时，一股强大的威势也是横扫开来，威震八方，震慑人心。半成地冰，那是一件半成地冰。半成地冰在百里悬空的手中发挥出了无上的威能。毕竟地冰就是为武帝打造的，只有武帝才能发挥出地冰真正的威力。此笔一出，百里悬空的战力顿时大涨，袖子一甩，便在天际之上对着南宫北斗隔空写出了一个金灿灿的诛字。诛字一出，竟急速扩大，宛如一座小型的山峰，对着那南宫北斗便压了过去。然而对于这一幕，南宫北斗似是早有准备，他身形虽然向后退去，可是很快的，一杆火红的大刀以及一杆蓝色的长枪便分别握于双手之中。2把半成地冰挥动之间，射出2道光刃，光刃一出，竟传来真正龙吼，龙吼之间竟然化作了一火一水2条战龙，双龙巨大，交织舞动，形成水火2重天，那等威势简直惊为天人。然而哪怕南宫北斗的攻势如此凶猛，却也被敌不过百里悬空用朱砂笔写出的一个诛字。诛字金芒闪烁，仿佛可以诛灭万物，与2龙对撞之际，竟直接将水龙与火龙震成粉碎。在此之后，那诛字忽然碎裂开来，化作无数金光，宛如万箭齐发一般，对那近在咫尺的南宫北斗爆射而去。见状，南宫北斗也是骇然一惊，显然没有料到自己的这2把堪称极品的半成地冰，竟不如对方一杆笔强悍。不过眼下他也是来不及多想，只能甩动手中的大刀与长枪，抵挡百里悬空的攻击。然而当那金色的箭矢渐渐消失之际，南宫北斗的左臂之上却出现了一道血红色的伤口，他竟然受伤了。看到那个伤口，在场之人皆是大吃一惊，这位神秘高手究竟是何来头，竟能够伤到南宫北斗？南宫地族的族长南宫北斗也不过如此。此刻百里悬空也是讽刺的说道：受死！自己被击伤，最为愤怒的自然便是南宫北斗。感觉自尊受辱的他动用地级血脉，随后浑身上下金芒闪闪，宛如神帝一般照耀四方。此时此刻的他仿佛已不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金身战神。而最重要的是，此刻他的战力已是大涨，再度舞动半成地冰，连续10条火龙与10条水龙，夹带着刺耳的龙吼一同浮现而出，并且每一条都比先前的还要强横。但哪怕如此，百里悬空却也是丝毫不惧，手中的笔再度摆动，隔着虚空对着南宫北斗便连续写了20个金灿灿的杀字。这20个杀字每一个都比先前的诛字还要强横，杀字齐发，眨眼之间便将南宫北斗的20条巨龙全部斩杀。竟然动用地级血脉，也不是对手吗？这一刻莫说旁人震惊，就连南宫地族的人们也是吓得不轻。毕竟南宫北斗可是他南宫地族的顶梁柱啊，若是连他都不是那位的对手，那他南宫地族谁人可敌？布置血脉传承阵，驻足常大人一臂之力。眼见形势不妙，南宫地族有人大喝一声，随后所有南宫地族之人便齐齐响应。他们布置了一座特殊的阵法，凭借血脉的关系，开始将各自的血脉之力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南宫北斗。这种情况之下，使得南宫北斗额头的地字越来越灿烂，身上的金芒也越来越盛，那战力也是越来越强。可哪怕如此，南宫北斗也只是能与百里悬空勉强打个平手，根本无法击败百里悬空，就更别提伤到楚风了。白眉，你还看什么热闹？还不杀掉此子！眼见不妙，南宫北斗只得向白眉仙人求助。然而白眉仙人却像傻了一样，愣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根本就听不到南宫北斗的话。显然他还无法接受楚风未死的事实，受了不小的打击。在座的各位，这楚风恶事做尽，乃是大恶之辈，万万不能放他离去，否则后患无穷。大家出手助我，只要杀掉这楚风，我定给予重谢。无奈之下，南宫北斗竟将目光投向了观战的众人。听得此话，本就骚乱的人群顿时沸腾了。听到重谢2字，许多人都动起了心思。这楚风虽强，可毕竟只是一个娃娃，就算他日后真的成长起来，那对他们来说似乎也没什么好处。可是今日若是帮助南宫地族杀掉这楚风，那可是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的。所以此时此刻，莫说武帝级的强者心中动起了念头，
就连那些半地巅峰的强者们也都动起了帮助南宫地族的念头。南宫族长口说无凭，我等若是助你，你究竟给予什么好处？好处少了，我们可是不敢。果不其然，一个无门无派但却是半地巅峰的老头开口了。而见这位开口之后，所有动心之人都竖起了耳朵，等待南宫北斗说出给予的好处，只要合适，他们便会出手。这一刻，哪怕百里悬空也是眉头一皱，本来觉得可以借机杀了南宫北斗，但若有人插手的话，那怕是不妙。那些乌合之众他倒是不怕，但是毕竟在场的高手可有不少，若是四族以及四仙也出手的话，莫说击杀南宫北斗，怕是他走都走不了。于是百里悬空也是眉头紧皱，感受到了莫大的危急。诸位听好了，我楚风别的优点没有，就是记性好。今日乃是我楚风与南宫地族的私事，还请诸位不要插手，这算我欠你们一个人情。我楚风会记住这个人情，日后若有缘便会报答各位。可若是有谁敢插手，那我也定会记住他，除非我楚风死了，否则我便一定要他不得好死。不仅是他，他的家人、他的亲人，与他有关系的人也将受他牵连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我绝不放过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楚风却是突然开口，他此话一出，明亮的眼眸中顿时寒芒四射，杀机四溢。虽然小小年纪，小小修为，可是他目光所看之处，众人皆是胆战心惊。只在一瞬间，这方空间的温度便降低数度，宛如寒冬降临。百里之内，所有花草树木、诸多建筑都被寒霜铺盖，江河瀑布，凡是水质之物都是凝结成冰，哪怕连空气都快要被这股寒意冻结。这不是简单的寒气，而是由磅礴的杀意凝结的寒意，不仅寒冷刺骨，更是震慑人心，直逼灵魂深处，让人从外至内皆是感觉寒冷无比，震惊，无比的震惊。他们震惊的不只是楚风所散发的杀意，更多的是楚风的决意。那坚决的目光仿佛在告诉人们，他楚风定会说到做到。此刻莫说那些打算出手的人，就连那位先前开口询问南宫北斗好处的老头，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二话不说掉头便走。临走之时还连连大喊，楚风小友莫要误会，老夫只是多嘴一问，并无插手之心，还望小友不要多想，老夫这就告辞。这样一幕更是让人惊讶不已。那些很多先前想要帮助南宫地族，可却又没有强大后盾的人，都是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们不想为了好处而冒这个风险，丧命的风险。说的简单一点，他们都被楚风先前的话给吓到了。好样的！此刻百里悬空心中大喜，忍不住在心中为楚风拍手叫好。他真是没有想到，在这危难之际，楚风竟能凭借三言两语化解危机。小小年纪尚可如此，成长之后那还利奥的。可恶！正所谓有人欢喜有人忧，百里悬空大喜之际，南宫北斗可就感觉不妙。楚风的天赋已是如此，日后修为定然极强，可是修为不谈，想不到他的头脑也是如此敏锐，这便让本就感觉到了危机的南宫北斗觉得危机更大。诸位皆是一方人物，却被一个小辈吓住，真是让我西门家耻笑。南宫兄，我西门来助你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西门族长竟忽然出手，他手持半成地冰，浑身金芒四射，宛如战神一般杀了过来。不仅如此，西门地族在场的高手们竟也如南宫地族一般布置特殊阵法，将各自的血脉之力为自己的族长所用。此种情况之下，西门族长的战力丝毫不弱于南宫北斗，二人联手攻击，所有人都觉得百里悬空必败无疑。然而百里悬空手中的朱砂笔四下挥动，威能强盛，哪怕西门族长与南宫族长联手，也难以压制百里悬空，只能战成平手。东方兄，北堂兄，此子今日所为，不仅是针对南宫地族，而是针对我四大地族。此子不除，后患无穷。快随我与南宫兄一同出手，灭掉此子！西门族长高声呼道。听得此话，东方族长与北堂族长也皆是心中一动，他们也都意识到了楚风的危险。这样的人若是不能为自己所用，还不如除掉。毕竟就如西门族长所说，今日楚风的所作所为，就是在打他四大地族的脸，摆明了是要与他四大地族作对的。而这楚风如今的修为已是敢如此作为，若是日后成长起来，也许就不是针对他们四族的小辈，而是针对他们了。与其那样，还不如趁着现在借用南宫地族给楚风扣上的罪名，将楚风除掉。东方族长、北堂族长真的要与我楚风为敌吗？那你们先前的盛情邀请又算什么？可就在这时，楚风却也是开口，不卑不亢，没有丝毫请求手下留情的意思，反而有着隐隐威胁与明显的讽刺之意。听得此话，东方族长与北堂族长也是只能心中苦笑，因为楚风这话实在太狠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先前的确邀请了楚风，而且还是盛情邀请，若是现在翻脸的话，那就等于是不忠不义，这真是让他们很是为难。两位族长，老夫最近在炼制遗物，需要2件半成地冰，若是两位能够为我提供，我愿助你们对付这楚风。忽然爱才仙人站起身来，笑眯眯的开口了。听得此话，南宫北斗与西门族长互看一眼，目光交流，达成共识后便一同说道，我们可以提供，有劳爱才仙人了。听得此话，众人惊呼不已，半成地冰何其珍贵，在地族之中也是价值不菲的宝贝。如今南宫北斗与西门族长竟然愿意各出一把半成地冰，请爱才仙人出手相助，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是有多想要楚风的命。然而在两位给族长答应之后，爱才仙人却并未急着出手，反而笑意更浓，缓缓说道，我还有一个条件，我出手就便是与这楚风为敌，所以无论能否杀他，你们都要给我半成地冰作为报酬。还有就是，若是杀掉那楚风，那楚风的邪神剑、青红剑、紫红剑以及水仙奥义术，还有那位手中的笔，都要归我所有。听得此话，西门族长与南宫北斗皆是神情一变，面露怒容，
这爱才仙人简直就是趁人之危。狮子大开口，这个条件也实在太过分了。毕竟所有人都知道，2件半成地兵也许不算什么，但楚风身上的邪神剑、体内的水仙奥义术以及那位手中那杆笔，才是真正珍贵之物，堪称无价之宝。这爱才仙人要2件半成地兵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想将所有宝贝都收入囊中，实在是太贪心了一些。2位，宝贝重要，还是这楚风的命重要？你们自己衡量。至于我，其实也不愿因为这么点东西便与楚风这样的人为敌。毕竟此子天赋异禀，有成为帝王的潜力。若是他成为了帝王，别说是我，你们2大帝族怕也要就此覆灭。爱才仙人说话之间又坐了下去，双手环于胸前，做出了一副要继续看热闹的动作。此刻，西门族长与南宫北斗眉头紧皱，因为爱才仙人所说的确在理，这不正是他们惧怕的结果？不正是他们想出调楚风的原因吗？此刻又彼此互看了一眼后，眼中才闪过一抹决意。咬了咬牙后，南宫北斗说道：“爱才仙人，出手吧！”来了。听得此话，爱才仙人顿时大喜，身形一纵，便掠向高空，进入那茫茫云层之中。然而进入云层之后，他竟摇身一变，化作了一只长着一对蝙蝠翅膀的巨型灰狼。这怪异的巨型灰狼不仅长相凶狠，且有100米之长，翅膀扇动，狂风大作，连云层都被吹散。虽然这灰狼很是强横，可却是一个光芒体，且散发着特殊的气息，足以影响天地变化的气息。原来这位爱才仙人不仅是一位龙纹级黄袍界灵师，还是一位天赐神体。身为3品5帝的他，在动用天赐神力之后，战力极强，丝毫不弱于2位族长。一声狼吼之后，爱才仙人便自天际飞掠而下，以胜过迅雷数倍的速度，如辉光一般掠入了战圈之中。他硕大的狼爪挥动，可化为道道刀刃，巨口张开之际，还能喷出阵阵毒雾。他的攻势不仅凶猛，且所有攻击的目标不是百里悬空，而是楚风。此刻之阴险，在此刻尽显。3位3品5帝同时出手，那等力量可想而知，若是换作常人，早就难以支撑。然而百里悬空却依旧面色不改，手中的朱砂笔转动之间，朱砂2字连续写出，随后化作金芒炸开，竟能破开3人的联手攻击。楚风莫怕，我这朱砂笔可非寻常的半成地兵，我虽无法掌握真正的朱砂之法，发挥出它真正的威力，可是用来防御却是绰绰有余的，并且我在渐渐掌握这朱砂笔的力量。这3人若只是这点能耐，莫说伤到你我分毫，迟早也会死在我的手中。百里悬空暗中传音道。听得此话之后，再加上亲眼看到百里悬空凭借手中的朱砂笔轻描淡写之间，凭借一己之力将3人的攻势全部破解，他终于明白为何百里悬空会带他来到此处。原来他的确有着一定的把握能够保住楚风，而现在来看，百里悬空显然不满足于只是保护楚风这么简单了，否则他绝对不会在此处与3人这般纠缠，而应该带着楚风离开。此种情况下，楚风心中泛起了嘀咕，老族手中的笔的确很特殊，甚至与那邪神剑很像，与寻常的半成地兵完全不同。可是就如老祖自己所说，他没有彻底掌握着笔的力量，用来防守还好，但用来攻击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这样下去怕是不妙。楚风感觉不对，赶忙暗中传音于百里悬空：老祖，我们还是走吧，就算要杀南宫北斗，今日也不是最好的时机。那东方地族与北唐地族还有那拜月城主虽然还未出手，可却一直观察着局势变化，若是南宫北斗一直以质保利诱，怕是他们迟早会出手相助的。楚风莫怕，这朱砂笔愈强则强，并且我发现他的力量，我唯有在战斗中才能掌握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只要给我一定的时间，我便可逆战战局。我不会只杀南宫北斗便罢手，西门族长与爱才仙人，我皆是要杀。百里悬空话音过后，便越战越勇，虽是以1敌3，却也依旧不落下风，并且气势更强。见此情形，楚风虽是无奈，却也只是长叹一声，实在不好多劝。毕竟百里悬空活了近万年之久，什么事情没经历过，什么道理不明白，若是他意已决，楚风也是劝不了的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楚风却是丹田一颤，随后便双脚发软，一层又一层难以形容的疼痛感自丹田袭来，席卷全身各处。老祖，我感觉不妙。楚风赶忙开口：楚风，你怎么了？见状，百里悬空也是脸色大变。尽管表面来看楚风没有大碍，可是楚风脸上那痛苦之色却让他知道定有大事发生，否则以楚风的忍耐力，怎么可能露出如此痛苦之容？是邪神剑，我定是被邪神剑反噬了，只是没想到这反噬来得如此突然，竟毫无预兆。楚风此话绝非胡言乱语，半成地兵认主其实与界灵认主界灵师相差不多，都是在无形之间缔结了契约的，而武者与半成地兵的契约便在丹田之内，灵魂之中。此刻楚风的痛楚来自丹田之内，来自灵魂之中，并且有着邪神剑的气息，所以楚风坚信是邪神剑在折磨他，他竟被兵器反噬。但是他想不明白，为何邪神剑的反噬来得如此之晚，并且在此之前他竟毫未察觉。不过这还不是重点，重点的是兵器是主，这可是非常不妙的情况，尤其是这些神剑的反噬非常凶猛，简直就是要杀了楚风的架势。这些神剑实在太过危险，严重超出楚风所料。我们走。听得此话后，百里悬空也是目光一闪，似是想到了什么的他，眼中浮现出了惊恐与担心，于是他立马改变心意，不再继续纠缠，而是一把抓住楚风，随后便已腾空而起，准备逃走。他要逃跑，快拦住他！见状，南宫北斗大喝一声，便施展出了强硬的手段，以数条巨龙形成一座封天大网，封锁住了百里悬空逃走之路。与此同时，西门族长也是一同出手，帮着南宫北斗阻止。
至于爱才仙人，则是继续出手，攻向楚风。想拦我，你们做得到吗？百里悬空冷哼一声，手握朱砂笔，人笔合一，宛如利箭一般射空去。刹那间，只听轰响不断，惨叫连绵。他已是斩杀道道巨龙，来到了天际之上，白云之巅。百里悬空只凭借手中一杆朱砂笔，竟连续破开南宫地族与西门族长的阻拦攻势，以及那爱才仙人的暗中偷袭，实力之强，哪怕3人联手，竟也是阻挡不住。罗盘仙人，有劳您出手相助，只要您肯出手，助我等杀了这2人，只要我南宫地族力所能及之内，无论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你。眼见不妙，南宫北斗将目光投向了下方看戏的罗盘仙人。听得此话，众人皆是惊讶的张大了嘴巴。力所能及之内，什么条件都答应，这样的待遇也实在太可怕了一些。试问以南宫地族的实力，开出这样的条件，有谁经受得住？而这一刻，百里悬空则是眉头一皱。虽然他经此一战，发现朱砂笔的强大，哪怕3人联手也是不惧，可是罗盘仙人他是不得不惧。罗盘仙人的威名可不是开玩笑的，绝非爱才仙人这种人可比。若是他出手的话，怕是今日他与楚风谁都走不掉。哈哈，我今日来此就是看热闹的，南宫族长就别拖我下水了。然而令人意外的是，面对南宫北斗如此丰厚的条件，罗盘仙人却是哈哈一笑，竟丝毫不为所动。听得此话，南宫北斗以及西门族长还有爱才仙人皆是一愣，他们都没有想到如此条件竟然会被拒绝，以杀破苍穹。而就在这时，百里悬空则是忽然怒喝一声，怒喝之下，其手中的朱砂笔便光芒大盛，金光四散，宛如一轮明日从天而降，又在半空爆炸开来，强大的冲击力，就连3位三品武帝都被冲击得连连后退。那所剩的余波倾洒而下，虽然绚丽无比，可却宛如死神降临，让人胆寒不已。那余波太强了，这要是落下来，怕是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将在劫难逃。3品武帝以下者不死也伤。然而就在众人惊恐之际，罗盘仙人却是大袖一挥，只见微风吹起，卷向天际，竟将那汹涌的金芒吞噬得干干净净。而当那金芒消失之际，百里悬空与楚风也已是不见，只剩下脸色铁青的南宫北斗、西门族长以及爱才仙人3人联手，竟也留不住一个同修为的人，他们的脸面可真是丢尽了。不过此时此刻，人们却将目光投向了罗盘仙人。先前罗盘仙人的出手已经足以证明了他的强大，他若是愿意拦下楚风，楚风绝对逃不掉。于是人们实在想不明白，罗盘仙人明明可以轻松地拦下楚风与那神秘高手，为何他不出手，白白的错过南宫北斗给予的巨大好处？今日放走楚风，日后等必然后悔。忽然，南宫北斗目光扫下，先后看了东方族长、北堂族长以及白眉仙人一眼。面对这样的目光，东方族长以及北堂族长则是撇嘴一笑，他们自然不会惧怕南宫北斗。可是白眉仙人则是心中一紧，已经石化许久的他，此刻终于缓过神来。然而缓过神后的他却是无比的痛苦，极其的失落。楚风未死，这不仅说明是他的失误，最重要的是，在楚风表露真身之前，他竟是那样的欣赏楚风。此刻他的心里真的是难受坏了，欣赏一位自己之前明明很看不起，并且想要抹除的人，这种滋味只有他一人清楚。白眉，你刚刚到底在发什么呆？南宫北斗飞落而下，狠狠地说道。他真的是怒了。想当初楚风刚刚将他的2个儿子击败，展现出逆天天赋的时候，他便有想过楚风活着便是大患，要不要趁着还有缓和的余地与楚风和解。那个时候是白眉仙人极力劝他不要和解，而要斩尽杀绝的。今日大祸已然酿成，他想和解的机会都已没有，可白眉仙人竟然看起了热闹，都不出手帮他收拾楚风，这叫他如何能不愤怒？害了他却不帮他，也就是白眉仙人是10仙之一，留着有用，否则他真想一掌拍死这个家伙。南宫兄，我白眉仙人本想解释，可却又无话可说，最后只能长叹一声，不再言语。真是可惜啊，放走那楚风，怕是日后难以安宁了。此刻爱才仙人也是长叹一声，随后便看向南宫北斗与西门族长说道，虽然没能杀掉那楚风，可是却留下了祸根，这个梁子已经结下了，所以先前说好的半城地兵，你们可不能赖账。天龙，把你的蓝虹剑拿来。南宫北斗对南宫天龙说道。父亲，我听得此话，南宫天龙脸色变得铁青，我让你拿来。南宫北斗怒喝道。见状，南宫天龙不敢再有所犹豫，赶忙将自己的蓝虹剑取出，递给了南宫北斗。爱才，这蓝虹剑我知道你一直想要，我便满足于你，不过现在它还是属于我的，斩断联系之际，切勿伤到它。南宫北斗将蓝虹剑递给了爱才仙人。放心，这对我来说小事一桩。爱才仙人嘿嘿一笑，便接过了蓝虹剑。蓝虹剑到手，他的手掌在剑刃之上轻轻一抹，顿时一道金芒划过。那金芒划过之际，南宫天龙双腿发软，连续倒退2步，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如纸，但更多的却是伤感。显然那蓝虹剑已经彻底不属于他了。在此之后，西门族长也是取出一件半城地兵，交给了爱才仙人。只不过在交出这半城地兵的时候，他的心却在滴血。没能杀掉楚风不算，还赔了一把半城地兵，这买卖真是赔大了。尹成空，看你教导出来的好弟子。忽然之间，南宫北斗将手指向了青木山的方向，并且对准了青木盛会的会长尹成空。面对这一幕，尹成空也是眉头微皱，连他都是如此，那其他人更就是脸色铁青，有些长老更是吓得瑟瑟发抖，乱了方寸。看这个架势，显然南宫北斗已经知道楚风就是他青木山的弟子了。虽然楚风逃脱了，可是青木山的人却没办法逃啊。此刻南宫地族与西门地族都是满肚子的怒火，看这架势，
是要找他们出气了。楚风早就被逐出师门，不再是青木山的人，不知南宫族长此话是为何意？尹成空故作镇定地说道：“逐出师门，逐出师门，你就想摆脱干系？难道你培养出来一个魔头后，你与他断绝关系，就能不负责任吗？”西门族长也是愤怒地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本就担心的青木山众人更为担心了。看来他们猜对了，东方地族与西门地族在楚风那里吃了大瘪，满肚子怒火的他们是要找青木山来出气。两位族长，青木山那么大的势力，弟子那么多，会出现什么样的弟子，他们也是无法控制的。我觉得他们能够及时与楚风断绝关系，已是非常难得。毕竟楚风并未真正的做出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们也就不必难为他们了，否则只会被人认为是恃强凌弱，遭人取笑。罗盘仙人一边抿着手中的茶水，一边不急不慢地说道。听得此话，南宫北斗与西门族长皆是眉毛倒竖，目露不悦之色。先前罗盘仙人不出手相助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替青木山说话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罗盘仙人，不知你与那楚风究竟是何关系？为何先前不出手抓他，此刻又为青木山开脱呢？早就看罗盘不顺眼的爱才仙人趁机开口，这是想要挑拨离间，借着西门地族与南宫地族的力量对付罗盘仙人。听得此话，罗盘仙人淡然一笑，先是将手中的茶杯放在桌子上，这才起身看向爱才仙人说道：“你再说一遍。”说就说，我怕你不成。爱才仙人趾高气昂，便要再度说话，可他话音未落，罗盘仙人便一掌落下，将身前的桌子拍成了粉碎。与此同时，他站起身来，冷然说道：“你问我与楚风是何关系，无非就是想说我与楚风有关系。但你用你那驴蹄的脑袋给我好好想想，我与楚风若有关系，你此刻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吗？”话到此处，罗盘仙人的双眼一闪，随后其身后光芒万丈，他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尊神佛，驾临于世，威震八方。与此同时，一股强大的压迫感更是充斥全场。那不仅仅是地威，还是四平五帝的地威。此等地威之下，小辈们顿时吓得瑟瑟发抖。可他们感受到的只有惊恐，还并未受到身体上的压迫，反而是实力越强者感受到的压力越强。就犹如南宫北斗以及爱才仙人等人，此刻不仅呼吸困难，就连骨骼都被压迫得嘎嘎作响。这一刻，先前还开口发问的爱才仙人不敢再发言，甚至不敢与罗盘仙人对视，而是默默地低下了头。罗盘仙人，你动此威压，是要与我西门地族为敌吗？要知道，五之圣土可不止你一位四平五帝，我西门地族莫要欺我西门地族的太上长老，没有到场便任意妄为。西门族长咬牙喝道。然而对于西门族长这满含威胁的话语，罗盘仙人却是笑意不减，不但没有收起那威压，反而眉心一动，加强了那威压。此等威压一出，西门族长、南宫北斗以及爱才仙人皆是双膝一软，险些没有跪倒在地。实力差距实在太大了，五帝境界，一品修为一重天，任凭他们有再大的能耐，可也无法与四平五帝抗衡。罗盘兄，先前是我说话有失分寸，还望不要计较。爱才仙人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，只好开口示弱。可罗盘仙人却依旧面带笑意，没有收回那威压。今日我便给罗盘仙人一个面子，青木山的，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们。南宫北斗开口了，他知道继续下去，倒霉的只有他们。而直到此话说出，罗盘仙人才收回威压，坐了下去。见状，尹成空赶忙起身，与关宏长老以及独孤星风率领青木山的众人匆匆离去。在此期间，场外沉寂一片，他们都还未从罗盘仙人的威压中醒过来，因为那威压实在太恐怖了。直到青木山的人已经离去，罗盘仙人才站起身来。既然比拼结束，那我也不再逗留，多谢拜月城主的邀请。罗盘仙人说道。仙人慢走。拜月城主也是笑着抱了抱拳，显然不管四族如何，可他也不愿意得罪罗盘仙人。罗盘仙人起身掠向高空，可忽然又止住身形，回身说道：“对了，西门族长，五之圣土的确不止我一位四平五帝，可五之圣土只有我一人叫做罗盘。你西门地族虽然传承久远，可我罗盘也算交友遍天下。你若觉得你西门地族行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”话到此处，罗盘仙人已然飞走，留下的只有一阵刺耳的笑声。张狂，就是如此的张狂。可面对这种张狂，西门族长却只能阴沉着老脸，默默接受，因为他不具备反击的实力。这一幕，所有人都看在心中，感到震撼之时，他们想的却是如此强大的罗盘仙人为何这样向着楚风？但这已无关紧要，过去的毕竟是过去的，今日已然将要成为过去，重要的乃是未来。未来会有一人之名传遍五之圣土，这一次声浪会非常之强，因为他不仅横扫四大地族小辈，还征服了一把魔剑，而他便是前段时日被南宫地族通缉的人，名为楚风。青木山的众人已经撤退，不仅尹成空等青木生会的长老撤退了，青木山此次派来的弟子们也被他们接了出来。这楚风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给我们惹下了这么大的篓子。若不是那罗盘仙人好心出手，我们怕是都要死在这里。一位头发干枯却面色通红的老者一脸怨念地说着，他是青木生会的长老，位高权重，但对楚风并不熟悉。听闻楚风的事迹后，对楚风有的只有厌烦之感。而事实上，此刻如他这般抱怨的人也不在少数，只不过对于他们的抱怨，如今青木山最强的三位会长尹成空、长老关宏以及掌教独孤星风却是不做回答。他们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，打心眼里是鄙视这些长老的埋怨之言的。不过因为一些原因，他们也不方便斥责这些长老，只能当作什么都没听到。长老大人，我觉得这件事不能怪罪于楚风师弟，以他的为人，绝对无心害我们，过分的只是地族罢了。江芙蓉开口说道。事到如今，他们已经知道
楚风在拜月云城所做的事情与长老们不同。江芙蓉得知此事后是非常高兴的，并且感到猖狂淋漓，很是解气。他是替楚风解气，谁让南宫地族那样压迫楚风，所以哪怕这位长老位高权重，可他也无法容忍对方这样斥责楚风。他的为人，他有什么为人？你一个小娃娃，懂个屁！那位红莲长老怒声呵斥，被一个小辈指责，他觉得脸上无光。楚风师弟的为人，我比长老懂，因为在地宫之中，当我们遭受屈辱之时，就是楚风师弟出手救了我们。他不仅救了我们，还替我青木山挽回了尊严。江芙蓉硬气地说道：“师弟，你还叫他师弟？你是想我青木山替他擦屁股擦得不够多吗？他救了你们几个，那有个屁用！若要四族发怒，我们青木山所有人都要死。这个责任谁来背？你来背吗？你背得起吗？”红脸长老怒吼道：“这位长老，你就这么怕死吗？”终于，沉默许久的独孤星风忍不住开口了，并且他此话一出，寒意四起，暗藏浓浓的不悦之意。听得此话，那些先前咒骂楚风的长老们皆是神情一变，老脸一抖。换作之前，他们是完全不将独孤星风放在眼中的，毕竟他们的辈分要在独孤星风之上。可是现如今，独孤星风已经贵为武帝，而他们却还是半地巅峰，所以自然不敢忤逆独孤星风。星风啊，你这是哪里的话？可千万不要误会啊！我们自然不是怕死，只是觉得若因为一个楚风而让我青木山数万年的基业葬送的话，实在不值。无奈之下，那位红莲长老只能阴晴一笑，开口解释：“我青木山的基业不会葬送，怕你们是多虑了。”独孤星风话虽说的平静，可语气中的冷意却是丝毫不减。感受到独孤星风的不悦，那长老只得继续殷勤的笑道：“这是自然，可就算这样，也要管管这些小辈的嘴，否则早晚惹大祸。”听得此话，江芙蓉本想继续反驳，可就在这时，一只手却忽然抓住了他，是陶香雨。陶香雨一边对江芙蓉眨眼，一边摇头，示意江芙蓉不要再与长老理论。江师姐，楚风师弟对我们的恩惠，我们记在心中便可，没必要与这些迂腐的老头理论。与此同时，一道传音也是映入耳中，那是白云霄的传音。此刻，江芙蓉看向了白云霄等人一眼，发现此刻的他们都在看着自己，神态竟与以往有些不同。见此一幕，江芙蓉心中一动，看来楚风的出手不仅让白云霄他们将恩惠记在心中，并且还改变了白云霄等人。我的弟子我来管，不劳你来费心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独孤星风却再度开口，且说这话的时候，还狠狠地瞪了那长老一眼。对于独孤星风者一瞪，那位红脸长老脸色铁青，却也说不出话来。此刻他真是郁闷极了，只是他们想不通，独孤星风为何要为这个小辈说话，而他们自然不会知道，独孤星风不是在为江芙蓉说话，而是在为楚风说话。这里还真是热闹啊！然而就在这时，忽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，拦在了青木山大军的前方。看到这位，青木山的众人顿时肃然起敬，因为这来者竟是罗盘仙人。我等拜见罗盘仙人。此刻以尹成空为首，青木山的众人都是赶忙施礼，毕竟罗盘仙人可是10仙之一，5职圣徒最巅峰的强者之一。别的不说，就凭借他一己之力镇压西门地族、东方地族以及爱才仙人，就已可以看出他的实力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先前罗盘仙人帮了他们，对他们有大恩。尹成空，我们之前见过，也算认识，便不必客气了。我来此处是有一事要问你。罗盘仙人笑眯眯地问道。他肥头大耳，虽然长得丑，可却很是亲切，所以哪怕身份超然，可也让人不必那么拘束。仙人，请问。尹成空说道。不知楚风来自何处？罗盘仙人问道。听得此话，独孤星风目光微眯，浮现出了警戒之意。不管罗盘仙人先前有没有替他们说话，但他与罗盘仙人毕竟不熟，所以他不知道罗盘仙人打听楚风的事情究竟有何目的。据我所知，楚风来自南方海域，除此之外所知甚少。不知仙人问这件事是有何指教？尹成空说道。没什么，随口一问。罗盘仙人话到此处，便欲转身离开。仙人，今日多谢您仗义开口，这才使得我等逃过一劫。仙人大恩，我等铭记在心。若仙人日后路过青木山的话，请务必到青木山内做客，也好让我等尽一下地主之谊。就在这时，那位红莲长老上前施礼，一脸殷勤地说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罗盘仙人回身问道。回仙人，在下宋万劫。见罗盘仙人竟然与自己说话，红莲长老顿时笑得合不拢嘴，激动不已。你对楚风怎么看？罗盘仙人问道。楚风，听得楚风2字，红脸长老先是一愣，不明白罗盘仙人为何这么问。不过很快他便灵机一转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便说道：“此子大逆不道，目中无人，早被我青木山驱逐出山门，与我青木山再无瓜葛。这么说来，你很看不起那楚风？”罗盘仙人问道。我对此子岂只是看不起，而是痛恨欲绝。若是可以，我定要亲手灭了他，以免他危害世人。红脸长老手刀摆动，以示决心。那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帮你们？罗盘仙人问道。仙人正义凛然，看不过地族恃强凌弱，您真乃大德之辈，不愧被誉为仙人。红脸长老说道。你这拍马屁的功夫倒是不错，能在青木山爬到现在的位置，拍过不少人的马屁，做过不少龌龊之事吧？罗盘仙人笑着说道。此刻那红脸长老顿时傻眼了，他万万没想到罗盘仙人会说出这样一句。不妨告诉你，我帮你们只为一人，那便是楚风。当初楚风小友曾帮过我一个忙，今日我不过是还楚风小友一个人情罢了。既然你们已将楚风小友驱逐出山门，那就是与楚风小友再无关系，今日之事也就下不为例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话到此处，罗盘仙人冷冷地扫视了青木山众人一眼，随后拂一拂衣袖，便飘然离去，只留下青木山一干人等宛如石化一般站在那里。
尤其是那些先前埋怨楚风的红脸长老等人，此刻更是目若呆鸡，尴尬至极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他真是没有想到，罗盘仙人开口解围，竟是冲着楚风的面子，而他先前却偏偏羞辱了楚风，这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只要想到他竟无意之间得罪了罗盘仙人这种大人物，他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。而在那些诋毁楚风之人心惊胆战、后悔害怕之际，如江芙蓉等人却是心中一动。虽然不知道楚风做过什么，但只要想到罗盘仙人那一句楚风帮过他，他欠楚风一个人情之后，他们的情绪便无法自控，翻江倒海一般的涌动起来，就连汗毛也都早已根根直立，因为他们知道楚风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，踏上了一个非凡的层次，一个可能他们一辈子也无法触及的层次。此事过后，四大地族为保颜面，给予那些目睹了拜月云城之事的人们不少好处，想让人们保密，压下此事。可是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当日在场的人那么多，难保有人收了好处却又不办事，大嘴巴泄露出去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楚风横扫四族小辈之事还是开始传播开来。此刻，仙人岛内一位道骨仙风的老者站在湖边，负手而立，此人正是练兵仙人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练兵仙人对身后报信之人摆了摆手，在报信之人离去后，练兵仙人便将目光看向了拜月云城的方向，叹道：既然没死，便是大幸，换做常人定是要隐居起来的。可是这楚风偏偏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此子还真是不让人省心啊。虽然口中之话有些责怪之意，可是练兵仙人的眼中却是布满期待之色，嘴角还挂着淡淡的笑意。与此同时，万里天峰之巅，一座古塔之上，一位亭亭玉立、气质脱俗，却有着有头白发且满身杀气的女子正坐在这里。此女正是雪发仙人。忽然一道金光闪过，雪发仙人的双眼猛然睁开，而那道银光也是在其面前忽然停止。原来那是一只金色的小鸟，此乃由结界之术所化的小鸟。雪发仙人眼中寒芒一闪，那金色小鸟便四分五裂，化作一缕缕金色气体，钻入了雪发仙人的眉心之中。什么？那个小鬼竟然没死？而下一刻，雪发仙人立马站起身来，且脸上布满了惊讶之色。哈哈哈！但是很快，雪发仙人又是满面大喜，一番狂笑之后，不停地说道：天意，这绝对是天意！天要我雪发有传承之人，此事迅速传开，已经势不可挡。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楚风的名字，这个名字也许不是人们第一次听说，可是这一次听到却让人记忆深刻。毕竟这个叫做楚风的年轻人做出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让四大地族吃瘪的大事。然而此事传出，刚让人们吃了一惊，又有一件大事开始发生。南宫地族与西门地族的人开始不断被杀，不仅是小一辈的人物，就连老一辈的人物也都被杀。这件事让南宫地族与西门地族诚惶诚恐，却又毫无办法。无奈之下，只得让族人待在族内，不得出门，因为他们不是傻子，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有人在报复他们。谁会告诉他们？定然便是楚风与那位替楚风撑腰的神秘人。毕竟当日在拜月云城对付楚风的唯有南宫地族与西门地族，而这也是为何只有他们受到袭击，而东方地族与北斗地族却安然无事的原因。此刻，四大地族的族长再度齐聚，来到了南宫地族之中。那帮着楚风的人能拿出邪神剑朱砂笔这种半成地兵，绝非寻常之辈。楚风在他的栽培下，日后定然会成为气候。我们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了，否则事情只会越来越糟。我们必须合力反击才行。南宫北斗说道：南宫兄，这话说的不对，与那楚风结下梁子的是你们南宫与西门，与我们并无关系啊。北唐族长淡淡笑道：是在撇清关系。北唐兄，北唐志强与你儿北唐子墨失踪已有多日，现在可有消息？忽然西门族长说问：你问这个做什么？莫非你有线索？北唐族长眉毛轻跳，显然这件事乃是他心头上的一块石头，很是关心。既然没找到，便不用再找了。据我所知，你儿与那北唐志强曾与楚风有过过节，而他们消失的地方也应该是拜月云城附近。西门族长说道：西门，你话可以随便说，但莫要咒我儿子与志强。北唐族长有些怒了：你冲我撒火没用，以那楚风有仇必报的性格，若是遇到北唐志强和你儿子，定然不会放过。其实事情已经如何，你心里都很清楚，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倒是亲生儿子都被杀了，你还能沉得住气，我真是佩服。西门族长讽刺地说道。然而话到此处，北唐族长并未反驳，反而沉默了。他又不傻，难道会猜不到自己的儿子很可能被楚风所杀？他只是为了北唐地族的安危，不愿与楚风为敌，所以才不承认此事。毕竟楚风现在是如此的危险。北唐、东方，与你们说件实话吧。当日楚风在我族中做客，没有做过什么恶事，的确是我先要对付他的。南宫北斗说道。这种事不用你说，我们也能猜到。东方族长轻笑一声，讽刺地说道。但你们知道我为何要灭这楚风吗？南宫北斗问道。为何？东方、北唐两位族长一同问道。当日小儿天虎突破修为，引发金龙冲天地异象，可就在这时，那楚风也刚好突破修为，而那楚风也同样引起了天地异象。这本没有什么，毕竟除了地级血脉，天赐神体突破也都可以引起天地异象。可是那楚风引起的异象，却偏偏压制了我的异象。南宫北斗说道。你说什么？压制异象？听得此话，两位族长皆是一惊。不止如此，当那楚风的异象出现之际，我南宫地族所有人之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血脉在颤抖，那是恐惧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黄级血脉遇到我地级血脉之时，他们便会恐惧，但你们一定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。其实我南宫地族之人也不知道，可是在楚风引发天地异象的那一刻，我们仿佛知道了。南宫北斗说道。你难道是说那楚风也拥有传承血脉？
并且级别要在我地级血脉之上，能够压制我们。北堂族长问道：“这不可能，我地级血脉在五之圣土之中，不是最强血脉吗？”东方族长有些激动，毕竟这事关他东方地族在五之圣土的地位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那楚风本就来历神秘，也许他得到了某些来自天外的传承，也说不定。毕竟修武一途，永无止境，远古便有记载，那浩瀚星空才是武者的真正征程。话到此处，南宫北斗望向天际。自古以来，很多高手之所以能成为高手，都因天外落下的宝贝，而那些都不是他五之圣土的产物。这种事情我们怎么知道？是不是你胡乱编造的？北堂族长说道：“这种事情我不会欺骗你们。那楚风的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能提升2品修为，而楚风引起的天地异象也刚好是雷霆所化，并且你们也亲眼看到了，此子天赋极为逆天，进步之快，简直不敢想象。这种种表现，你们还想不通吗？”南宫北斗说道：“我相信南宫兄所说的话。”西门族长话到此处，站起身来，看向北堂族长与东方族长说道：“你们现在惧怕的是那用诛仙笔的家伙，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最大的威胁仍是楚风。那个家伙再强，也不过是3品武帝，想要对付并不难。可是楚风可就不好办了，若是让他成长起来，日后五之圣土将再无我4大地族立足之地。我4大地族就算能够苟活，也只是如现在的诸多皇族一般，苟延残喘。你们若真的想因为自己的懦弱而葬送子孙后辈的前途，葬送先祖们的基业，那你们就继续这样沉默下去。并且我与南宫兄将你们叫到此处，并非是寻求你们的帮助，只是想做个善意的提醒罢了。不管我4大地族如何争斗，但毕竟是同根相连，我只希望我4族能越来越好，而不想有朝一日连9世都不如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3位告辞。”西门族长话到此处，便欲离开。西门兄，等一等！就在这时，北堂族长忽然开口，他先是深吸一口气，似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后，才说道：“此事非同小可，我需回去与几位太上长老商量一下。”我也如此。东方族长也是说道。听得此话，西门族长与南宫北斗的嘴角都掀起一抹淡淡的笑意。他们很清楚，对于那些老怪物来说，地族的未来胜过一切。若是他们知道楚风的存在，定然不会放过楚风。之后，东方族长与北堂族长纷纷告别，然而西门族长却并未离开。此刻只剩下西门族长与南宫北斗2人。楚风的强横已经开始显现，哪怕我4族联手对付他，也是有着不小的难度。而这一切皆是因你而起。我想问一问，事到如今，你可曾为当初的决定而感到后悔？西门族长对南宫北斗问道：“你本可与他们一样，不与楚风为敌，可你却出手了。我想问一问，你可有后悔？”南宫北斗反问道：“我西门川流做事从不后悔。”西门族长此话一出，眼中闪过一抹阴冷的目光，那是必杀楚风的决意。随后，西门族长也是离去，南宫北斗亲自送行。可是往者西门族长远去的方向，南宫北斗的脸上却布满哀愁之色。其实他早就后悔了，可是事到如今，他已别无选择。4族正在密谋对付楚风之法，可是楚风却全然不知。事实上，最近外界发生的事情，他都不知晓。楚风受那些神剑的反噬，已经沉睡许久，而此刻他终于苏醒过来。这是哪里？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楚风顿时心中一紧，浮现在他眼前的是无数的白骨，有人类，有妖兽，堆积一处，直入云端，连绵无边。浮现在他眼前的乃是腥臭的血液，血水之多，深不见底。微风拂过，竟可掀起滔天巨浪。此处乃是真正的尸山血海，血腥气味太过浓郁，已然贯穿天地，就连天都是血红之色。这里简直就是地狱，尤其是那些白骨，个别的竟大到穿过云层。虽然死去无数岁月，可却仍然蕴含隐隐威压，且给予了楚风巨大的压力。这些东西死了之后已是如此可怕，那生前又会是何等的存在？他们又为何会死在这里？你征服不了我，只会为我所用。忽然，一道阴沉的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。这个声音响起之际，楚风竟连退数步，最终扑通一声跌入了那血海之中，浑身上下，哪怕是灵魂深处，都开始剧烈的颤抖。恐惧，这是楚风有史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的恐惧。你是谁？楚风四下观望，想要寻得那说话的存在。可就在这时，楚风的脑海之中却传来阵阵刺痛，疼得他无法睁开双眼。楚风，楚风，你怎么了？此刻，阵阵呼唤响起，而伴随那呼唤的传来，楚风的头疼也是开始缓解。楚风再度睁开双眼，发现他躺在一座丛林之中，而在他的身前，百里悬空正紧张地看着自己。楚风，你总算醒了。见楚风苏醒，百里悬空才松了一口气，紧张的脸上也浮现出了淡淡的笑容。老祖，我睡了多久？楚风揉了揉仍有些胀痛的脑袋问道。快2个月了。百里悬空说道。这么久？楚风大吃一惊，想当初离开青木领域，前往咒土门解救淡台雪，随后前往仙人岛，去天道拍卖场，再然后又去南宫地族做客，被追杀落入毒魔谷，然后又到拜月云城砸场子。虽然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也做了很多事，可是时间并没有花费多少，不过是10个多月的时间而已。他真是没有想到，他这一睡竟然便睡了将近2个月。这对于争分夺秒都想要变强的楚风来说，真的是太浪费了。距离你当日离开青木山刚好1年零21天，不过你的进步可真的不是一星半点。百里悬空也是感叹起来。听得此话，楚风也是微微一笑，他知道他的老祖是在夸奖他。的确，1年时间内，楚风从一位8品武王变成今日的3品半帝，这种突破速度，谁敢说不快？不过楚风却不敢沾沾得意，他非常清楚，在那浩瀚的天外，或许他的天赋根本就不算什么，他绝对不能松懈。对了，楚风，那些神剑你万万不能再用了。
忽然，百里玄空很是凝重地说道：“老祖，那邪神剑究竟从何而来？你怎么如此确定它便是邪神剑？”楚风也是一脸认真地问道：“因为那些神剑实在是太邪门了。”百里玄空叹息之间，站起身来说道：“你也知道，我青木山内有座远古遗迹，数万年来，我青木山探索过无数次那远古遗迹，也是死伤无数，多少经验之辈死在其中。世人都认为那远古遗迹是座死穴，其实不然，我青木山还是有收获的。我的朱砂笔与你那邪神剑便是来自其中。不过这两件兵器虽然厉害，可也都太不寻常了。”话到此处，百里玄空的眼中闪过一抹浓郁的担心。楚风已经从百里玄空的目光中意识到这邪神剑与朱砂笔的危险性，但他并没有追问。他知道事到如今，百里玄空一定会告诉他实情。邪神剑、朱砂笔皆很危险，我能够使用朱砂笔，是以命在用，每用一次减寿10年。之前在拜月云城，其实乃是我第2次用它。百里玄空说道：“用一次便减寿10年。”听得此话，楚风不由吃了一惊。就算修武者寿命再多，可终有一个限制。尤其到了百里玄空这个年纪，又能有多少个10年？朱砂笔虽然危险，但它的危险毕竟是看得见的，可邪神剑却比朱砂笔要危险得多。它之所以如此危险，那是因为它是一把弑主的兵器。这些并非是我胡乱猜测，而是藏匿邪神剑的地方所写。你之前问我为何确定这就是传说中的邪神剑，也正是因为那几个字。哪几个字？楚风追问道。邪神剑，镇邪神，非天赋绝伦之辈，勿要使用邪神剑，否则必被反噬而死，尸骨无存。百里玄空一字一句地说道。虽然楚风对这邪神剑的危险也有警觉，可是听得此话，还是心中一紧。我不瞒你，我的师尊在将要归天之时，曾试着征服邪神剑，可他却被邪神剑反噬而死。而那时的他虽然年迈苍老，可却是一位2品武帝。百里玄空说道。竟这么厉害！听到这里，楚风更是意识到了邪神剑的危险。这把剑果真与寻常半成帝兵不同，否则一位2品武帝怎么可能会被他反噬而死？我让你征服邪神剑，其实是赌了一把，因为我觉得若是征服邪神剑，需要的不是实力，而是天赋，那么便只有你能征服。事实上，你没有让我失望，只不过现在的你还是无法驾驭它。百里玄空说道。也许吧。楚风苦笑一声，他体验到了邪神剑的力量，知道它的强大，可那反噬之痛却也是他难以承受的。让你冒了如此大的风险，你不会怪我吧？百里玄空说道。富贵险中求，修武一途更是如此。老祖这样做是为我好，我怎会怪老祖？只是有一件事，我想和老祖坦白。楚风说道。什么事？但说无妨。百里玄空说道。老祖可否知道燕儿？楚风问道。是那个苍明花王吧？自然知道。那个丫头虽然偶尔凶残，可本性不坏，绝不会无缘无故的欺凌弱小。百里玄空说道。可以看出他对燕儿的印象倒是不错，这也就难怪为何燕儿如此危险，却还能够在青木山一直待下去。燕儿她现在很危险，她被困在了我青木山的远古遗迹之内，我要去救她。楚风说道。远古遗迹，虽说远古遗迹很是凶险，可是以那丫头的本事，能困住她的地方也应该不多。不知她被困在了何处？百里玄空问道。远古杀生阵内的宝藏中。楚风说道。什么？那丫头竟然闯进了远古杀生阵？宝藏？她进入了那宝藏之中？这不可能，那远古杀生阵连我都闯不过去，以她的本事怎么可能闯得过去？百里玄空一脸的不相信。曾亲身闯过远古杀生阵的他，非常清楚那阵法的恐怖。历代以来，多少强者葬送其中，那根本就是一处绝地。老祖，我没有骗你，事情是这样的。楚风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百里玄空。竟然有这种事！得知经过后，百里玄空也是大吃一惊。过了好一会才渐渐缓和。缓和之后，他很是高兴，笑眯眯的对楚风调侃道：“原来你小子加入我青木山，本身便是图谋不轨啊！”而对于百里玄空的调侃，楚风也只是傻笑。毕竟他当初进入青木山，的确只是为了那宝藏。不过能够得到那样的宝图，你也是有着天大的机缘。看来你是被上天眷顾之人。百里玄空说道：“老祖过奖了，只是巧合罢了。”楚风说道：“巧合？你是不知道，这数万年来，为了闯过那远古杀生阵，有多少人丧命啊！罢了，不管是不是巧合，这都是个好消息。我本正愁着为你寻找修炼资源而发愁，想不到你这小子自己已经找到了。”百里玄空说道：“那老祖，我们现在便回青木山，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。”楚风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青木山，他不仅是为了那些宝藏，最主要的是还是担心燕儿的安危。给予西门地族与东方地族的教训也差不多了，可以回去了。百里玄空说道。教训？听得此话，楚风一愣，他沉睡的这段时间，对于外面发生了什么，他全然不知。你小子日后会知道的。百里玄空故意卖关子的说道。看到这样意味深长的笑容，再联想到之前百里玄空说的话，楚风已经猜到了一二。在他沉睡的这段日子，他的这位老祖定然没有闲着，怕是西门地族与东方地族现在都很不好过。之后，楚风便与百里玄空返回了青木山，路上无话。当楚风与百里玄空到达青木山的时候，乃是午时。青木山一如既往的昌盛，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。可是，在青木山外却多出了一群人，那群人竟是西门地族之人。此刻，西门地族之人正在青木山下建造一个巨大的牌匾，那牌匾上不仅画着楚风的画像，还有当日百里玄空戴着斗笠的画像。这乃是一个悬赏令，四族联手发布的悬赏令。只要有人能够提供到关于楚风或者百里玄空有价值的线索，那人便会得到一把半成地兵，以及数种价值不菲的珍奇至宝。若是有人能够协助四族抓住楚风或者百里玄空，更是能够得到10把半成地兵，以及多种有助修为提升的药物。这些药品的价值之高，
哪怕五帝强者看到，也会为之动容。四大帝族联手了，没人知道为什么，可人们可以确定的是，四大帝族为了除掉楚风与百里玄空，真可谓是大出血了一次。先不说足足10把半成帝兵的价值，单说那些有助于提升修为、突破瓶颈的药物，便让人垂涎不已，真是欺人太甚。看到这个正在打造的超大型悬赏令，楚风很是气愤。一路走来，他并没有看到什么悬赏令，说明这悬赏令应该刚刚发出不久。然而，青木领域距离帝王领域那么远，却第一时间开始发出悬赏令，不仅建造的如此醒目，并且就贴在青木山的山门之下，这是明摆着欺负青木山。不管怎么说，楚风都是青木山的弟子，无需动气。他们这样做，我们应该高兴才对。这说明他们很怕，很怕你成长起来。而他们越是害怕，我们便要让他们害怕，不仅让他们害怕，还要让他们后悔，让他们后悔与你为敌。百里玄空这话虽然说的平静，可他那苍老的眼中却早已寒芒四溢。